现象。其实本质来说，纠缠粒子之间本来就是同一个粒子，所以对一个粒子的测量其实也就是对另一个粒子的测量，所以量子纠缠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但量子纠缠这种现象并不存在什么实质上的物质运动，所以就不能传递信息和能量。那为什么我们宏观世界的物体不存在量子叠加现象呢？接下来量子力学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很多人只是听过量子力学的一些概念，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认知。碎片化的认知会造成误解，但是系统学习又缺乏基础，这也是很多人看不懂量子力学的原因。这期视频将从整个量子力学建立的基础逻辑出发，系统串联量子力学的各种现象，最后到量子通信的原理，十分适合非物理专业的小朋友们系统的学习量子力学。当然说实话，量子力学很难兼顾通俗性和严谨性，过于通俗会失去严谨性，但是过于严谨基本上就没人看得懂。文案我已经改了10几遍，全程没有任何公式，尽最大的可能达到了通俗和严谨的平衡点。首先，不要对量子力学中复杂的概念难倒，量子力学无非又是物理理论，物理理论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所以你面对的不是晦涩难懂的量子力学，而是不太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我们面对的世界在尺度上无非就是宏观和微观世界之分，而宏观和微观世界的分界线就是原子。比原子大的物质就是宏观世界，比原子小的物质就是次原子粒子，也就是微观世界。量子力学研究的就是微观世界的物理现象。一开始物理学家以为微观和宏观世界的物理规律是一样的，但是后来发现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如果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现象一样的话，那就没有量子力学什么事了，直接用牛顿力学就能够描述微观世界的现象，那现在的物理理论就简单了很多。微观世界起初让人类感到困惑的是，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规律琢磨不透。按照以往的思路，电子绕原子核运动就是原子核给电子提供了引力和电磁力，引力和电磁力会转化成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向心力，所以电子绕原子核应该是像地球绕太阳一样的圆周运动。但是后来发现，电子的轨道根本就不是什么圆周运动，电子甚至就没有可以确定的轨迹，我们无法算出电子下一秒会出现在哪儿。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能知道，自然现象就是这样，你也没有办法。虽然我们不知道电子下一秒会出现在哪儿，但是好在电子貌似会经常出现在原子核外几个比较固定的区域。比如观察100次电子出现在原子核外的分布区域，就会发现电子出现在 A 区的次数为20次， B 区域为25次， C 区域为35次， D 区域15次，其他区域为5次。虽然无法精确知道电子下一秒出现在哪一个区域，但是起码可以用统计学描述电子出现在几个常见区域的概率。这就引申出上帝到底扔不扔骰子的问题。在牛顿力学中，只要知道一个物体起始的速度、质量和受力情况，就能计算出这个物体在未来某一刻的具体位置。未来发生的一切是早已被起始状态设定好的，比如你的人生从宇宙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设定好了，你能看到这条视频也是被设定好的。这就是经典的机械决定论，也叫宿命论。但是电子绕原子核的运动貌似是随机的，电子下一秒出现的位置和初始状态没有确定的线性关系，任何计算都无法精确得知电子下一秒的位置，所以电子的运动就否定了机械决定论。除了电子，所有微观粒子的位置都是随机的，需要用概率描述，而我们人体又是由微观粒子构成，所以这就意味着人的命运并不是被决定好的，人的意志是可以逆天改命的。所以有人才说上帝原来是扔骰子的。对于这个问题，如今依旧存在争论，本期视频重点不在这里，所以就不再赘述了。我们常常说量子力学，那为什么要叫量子力学而不叫粒子力学呢？为什么要用到量子这个词语？量子到底是个啥？首先你得思考一下，能量是怎么传递的？
把一杯热水放凉，是因为热水把自身能量传递给了周围的空气分子。热水分子运动比较剧烈，而空气分子运动比较柔和。当热水分子撞击到空气分子，就会把动能传递给空气分子，进而导致运动程度降低，所以热水才慢慢变凉。这就是能量传递的过程。不难发现，能量的传递过程无非就是依靠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分子之间的碰撞。在热水放凉的过程中，温度从80度降到20度，温度降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会经历20度到80度之间的任意一个温度值，比如 50.654 度、35.6521 度等等。这就意味着在热水放凉的过程中，能量的传递是连续变化的。热水放凉是宏观世界的能量传递，但在微观世界，能量的传递并不是连续的，而是间断的。我刚才已经强调过，能量的传递依靠的就是物质的相互交换。既然已经到了微观世界，那这里面的物质很有可能就是最小的物质，比如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粒子，不能再细分了。而微观世界所有的能量传递本质上都是依靠基本粒子相互交换来实现的，比如光子。光子只能是一个、两个、三个，没有1/2、1/3个光子。所以一个光子携带的能量就是微观世界能量传递过程中的最小单位。假设一个光子携带的能量大小是 A， 那么能量传递只能说是 1A、2A、3A 这样的递增过程，不存在 1.2A、1.236A、2.58A 等等这样的过程。所以能量传递的过程并不连续，而是有间隔的。这个间隔就是 1A。1A 代表的就是能量的最小单位。我们赋予这种现象一个新的物理术语，这就是能量量子化。所以量子代表的就是一种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在微观世界，只要是不可再细分的概念，都可以叫做量子化。比如光子就是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所以光子也叫光量子。这种不可再分的非连续的量子概念，在微观世界十分普遍，是微观世界的基础现象。而量子力学正是研究微观世界的理论，所以量子力学才由此得名。我们经常说微观粒子，导致很多人误认为微观粒子是一种实心的小球。其实微观粒子的本质更像是波。如果要彻底搞懂量子力学，首先就要默认所有的粒子都是波。这种波并非类似水波、声波这样的机械波，微观粒子都是以波的形式呈现的，从而弥漫整个宇宙空间。理论上，所有的波都可以弥漫到宇宙边缘。虽然波的空间尺度是无限远的，但是波的能量往往会聚集到某个固定的空间尺度上，从而形成波包。波包越聚集就越像粒子，这也是波粒二象性的体现。事实上，测不准原理正是由波粒二象性造成的。现在我们将微观粒子想象成一个具有波动性的波包，这个波包越聚集就越像粒子，越分散就越像波。波包有两个显著的物理量，一个是位置，一个是动量。你可以将波包的位置理解成宽度，动量理解成能量。如果我们要测量这个波包的位置，那么就需要用光子撞击波包。通过光子探测到的信息就可以确定波包的位置，但你会发现，这样得到的波包位置范围比较广。如果想要得到更加精确的位置，你就必须提高光子的能量去撞击波包，导致波包吸收能量后更加聚集，所以宽度就越窄，更像是一个粒子，位置也就测得越精确。但这时候位置是测得精确了，但是波包因为吸收了光子的能量，导致动量增加，所以波包的动量就和起始的动量相差甚远，所以你测量到的动量信息就越不精确。如果你要精确测量波包的动量，就得降低光子的能量，这样一来，波包的宽度就比较大了，所以位置就测量得越不准确。对于这个现象，海森堡就认为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信息不能同时精确测量，位置测得越精确，动量就越不精确，并且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测量仪器发射的粒子造成的。但是当代的量子理论认为，海森堡的这种解释并不是十分正确，
测量仪器固然会对被测量的对象造成干扰，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粒子的本质就是波包，测量波包的精确位置就相当于测量绳摆产生的波动位置，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波就不可能存在完美的位置，测量动量也是这个道理，粒子不存在完美的动量。所以现代物理学认为，测不准原理的本质并不是实验仪器造成的，而是微观粒子的内禀属性。用测不准原理这一物理名词会误导大众，让人误以为是人类科技手段有限造成的测不准。如今测不准原理早已被改成不确定性原理的叫法。微观粒子还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特性，那就是态叠加原理。这个原理的数学解释十分晦涩且枯燥，态叠加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子叠加。比如电子的自旋既是上旋又同时是下旋，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也令薛定谔困惑。为了通俗地解释量子叠加，所以就将其拓展到宏观世界，也就是那只既死又活的猫。其实只要你将微观粒子想象成波，那就很容易理解量子叠加。这条波弥漫整个宇宙空间，但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波上有个波包，波包在哪儿，我们就说这个粒子在哪儿。问题是，理论上这个波包可以出现在这条波上的任何位置上，而波又弥漫整个空间，所以我们才说粒子可以出现在空间上的任何一个位置。测量之所以会导致量子叠加态消失，是因为测量仪器肯定需要发射某些粒子探测被测量粒子，被测量粒子原先的叠加态就会因为这些粒子的干扰而消失，这就是测量坍塌效应。只要我们不去测量这个波包，那么波包本身就和这条波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个波包在空间的位置就是叠加在一起的，所以粒子既在这儿又同时在那儿，可以同时处于多个位置，这就是叠加态的体现。你要是从这种角度去理解量子纠缠就十分容易了。两个纠缠粒子其实是同一条波，只不过测量行为会导致这条波坍塌出两个波包。这两个波包在没有测量之前本来就是共同叠加态的波，测量就会导致叠加态消失，变成两个确定的波包。但是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来说，好像这两个粒子可以无视空间而同时作用，这就是量子纠缠的超光速现象。其实本质来说，纠缠粒子之间本来就是同一个粒子，所以对一个粒子的测量其实也就是对另一个粒子的测量，所以量子纠缠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但量子纠缠这种现象并不存在什么实质上的物质运动，所以就不能传递信息和能量。那为什么我们宏观世界的物体不存在量子叠加现象呢？接下来看一下潘建伟教授对叠加态的解释。量子力学它的微光世界的这个量子客体的状态啊，你去睁开眼睛去看一看，其实会对它的结果是会有影响的，你是没办法把这种影响啊消除到可以忽略，而且这种影响是巨大的。那也就是说，其实观测者的行为呢是可以影响这个体系的演化的。当然大家说你这个例子啊好像很好，但是我也坐过很多次飞机都睡着了，从来没有过你所说的这种感觉。那主要是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呢，总是会有一双眼睛有台仪器啊在看这架飞机。你睡着了，飞行员子醒着，万一飞行员打了瞌睡，地面的雷达还是在测量的。也就是说，在宇宙当中呢，总有某一台仪器或者某一个东西可以告诉你这个飞机是沿着哪条航线过来的。那么但是我们到了空气当中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报告厅里面的很多氧分子啊、水分子啊，尽管有灯光照过来，其实呢在大多数时候啊，与光是没有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这些水分子是逃脱我们的监控的，我们没办法告诉你它到底是处于什么地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很多时候啊，它是可以处于量子叠加。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宏观世界是没有这种现象，在微观世界这种现象是比比皆在。可能很多人没有看懂潘建伟教授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我来翻译一下。其实这个宇宙的规律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宏观和微观世界之分，本质都是由微观世界的现象主导的，量子叠加才是宇宙中最普遍且最正常的现象。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量子叠加，
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叠加态已经坍塌过的宏观世界，基于宏观世界归纳出了牛顿力学是先入为主的，所以我们才认为非叠加态才是正常的，叠加态反而不正常。宏观世界的叠加态消失，只是因为宏观物质比较大，树大招风，几乎都会遭受到各种干扰，比如宇宙中无处不在的光子会撞击宏观物质。这种干扰的本质就相当于测量坍塌效应，导致宏观世界的叠加态都坍塌掉了，而呈现出确定的状态。最直接的证明就是空气分子的叠加态和分子尺度上的量子纠缠，这就证明即便比原子还大的很多物质，只要不被其他粒子干扰，依旧会出现叠加现象。但在现实中，比分子再大一点的物质就必然会遭受到其他粒子的干扰，所以分子尺度以上的物质叠加态就会因为被干扰全部消失掉。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光子就是一个波包，这个波包的很多性质都是叠加态的。如果你要复制这个光子的状态，就得把这个光子一分为二，但是光子是量子，是不可再分，所以这个方法是被堵死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测量这个光子的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重新还原一个相同的光子。但问题是，由于测量坍塌效应，一旦测量就会造成光子原来的叠加态消失，所以你永远无法得到这个光子原来的叠加状态。这就是单个光子无法克隆的性质。传统的电磁波通信是发射频率高低不同的大量光子，光子频率的高低代表的是零和基，所以窃听者可以在光子传递的过程中偷走少部分的光子，通过这些光子的频率高低就可以解读出通信的内容。而量子通信是利用单光子不可克隆原理进行量子密钥分发，理论上可以做到信息的绝对安全。窃听者想要窃听电磁波通信，要么就偷走光子，要么测量光子，而单个光子一旦被偷走，那直接就被发现，这样就证明传递信息的过程已经被窃听，那干脆就不发送信息了。如果窃听者不偷光子，只是窃听，就会引发测量坍塌效应，也会被发现。只要量子通信被窃听，就一定会被发现，所以通信双方就会放弃此次通信。那要是一直窃听，会不会造成通信持续中断呢？目前来说是这样的。其实信息被窃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窃听了还被获取了内容。量子通信最大的贡献就是得知通信过程是否被窃听，而不是阻止窃听行为。虽然窃听者可以通过持续窃听行为阻断信息的发送，但是我们可以换其他的信道传输。即便其他信道也被持续窃听，导致信息中断，那我们还有物理手段对付窃听者。量子力学和意识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本期视频将侧重讨论量子力学中比较偏玄学的意识假说。量子力学之所以能和意识牵扯上关系，基本上都是从观察者效应延伸出来的。意识导致波函数坍塌的鼻祖就是冯诺依曼。本期内容将主要解读冯诺依曼的意识假说思想。我们知道，在微观世界，粒子就是一种物质波，这种波并非声波和水波那样的机械波，而是一种概率波。那什么是概率波呢？微观粒子在不被观察或者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总是会处于多个位置的叠加状态。如果我们能将这些位置一一的列举出来，就会发现粒子经常出现的这些位置会呈现出类似波的形态。由于我们无法精确描绘出粒子所处位置的精确值，只能用概率大致的描述粒子可能的位置状态。恰好这些位置状态叠加在一起就是类似波的形态，所以我们才将粒子位置出现的概率归纳成概率波。其实概率波本质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波，如果用数学形式量化概率波，那就是波函数。我们知道微观粒子的运动十分诡异，既有波粒二象性，又有叠加态，又遵守不确定性原理，但是这些现象的本质都具有更深层的一致性。波函数就能很好的量化这种一致性。在上期视频中我已经详细的讲过，粒子在不被观察时具有波粒二象性，
且具有叠加性质。其实波粒二象性的波态就是概率波，粒子态就是波包。粒子在不被测量时，粒子会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空间范围内随机出现。描绘这些位置出现的图像就很像一个由波组成的包。观察粒子的运动就需要发射一些粒子撞击被观察粒子，被观察粒子被撞击后就会吸收能量，进而导致粒子出现的空间范围缩小，波包收缩。波包越密集越像粒子，导致波粒二象性表现成具体的粒子性，这也就是测量坍塌效应的体现，也叫观察者效应。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只要时间足够长，任何粒子的叠加状态终会坍塌成具体的本征态。导致波函数叠加态坍塌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测量，第二种就是自发坍塌。简单来说，自发坍塌是由于波函数与外界环境作用的必然结果，而这两种方式的本质都是由于孤立系统的波函数与外界能量扰动导致的坍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宏观物体它没有叠加态，因为宏观物体都是由无数个微观粒子所构成的，微观粒子越多，它们之间就会相互干扰，每一个单独的粒子就会受到其他粒子的干扰而坍塌掉。宏观物体内部的各个微观粒子彼此干扰，最终导致所有粒子的波函数坍塌。所以由无数个波函数已经坍塌过的微观粒子构成的宏观物体必然不具有叠加态了，所以宏观物体才能这么的稳定。在多个微观粒子组成的系统内，微观粒子越多，相互干扰的强度就越大。随着粒子数量的增多，系统内粒子的叠加态相继坍塌，随后就慢慢过渡到宏观世界的确定状态，这就是量子退相干现象。在这里不得不补充一点，我们一般认为量子力学研究的是比原子还要小的微观粒子，这些粒子拥有叠加态、波粒二象性等量子世界独有的特性。但后来发现，分子尺度也会出现量子效应，只要物体的量子退相干效应还没有显著的表现出来，那么物体会一直遵守微观世界的量子特性。由于量子退相干现象是渐进过渡的过程，所以微观和宏观世界的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如今的物理学已经放弃了将次原子定义为量子世界的说法，而是采用量子退相干界定量子世界和经典世界的标尺。其实呢，观察者效应的本质就是一种人工制造的量子退相干效应。不管是单光子双缝干涉实验，还是升级版的延迟选择量子擦除实验，都是由于观察者发射的粒子干扰了原来孤立系统的波函数导致的坍塌。哥本哈根学派不解释这种坍塌为何发生，而是将波函数坍塌视为微观世界的基础现象。所以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波函数坍塌和人的意识没有关系，只要是外界环境干预了孤立系统的波函数，就必然会引起坍塌。但是总有物理学家对这种解释感到不满，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就率先发难哥本哈根学派。在冯看来，观测仪器发射的也只不过是微观粒子，而这些微观粒子也是波函数，用具有波函数的微观粒子去干扰另一个具有波函数的微观粒子，其坍塌的过程应该是非绝对随机的，因为波函数的本质就是一种概率。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物理理论能够解释波函数坍塌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种绝对随机的事件不符合量子力学的基本准则。那什么是绝对随机呢？在量子力学中，波函数的坍塌是随机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精确地预测波函数何时坍塌。虽然哥本哈根学派用外界能量摄入解释这种绝对随机事件的发生，但是坍塌的具体细节却无法得知。所以冯诺依曼就认为，引起这种绝对随机的事物应该不被物理法则限制，于是大胆推测，引起测量坍塌的应该就是人的意识，因为人的意识可能包含着绝对随机，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观察的本身就包含着信息的传递，而信息的传递是确定的物理过程，
不应该被忽略。人的意识在没有得知波函数的信息前，不知道坍塌的结果，而观察之后呢，意识就多出来一个波函数坍塌的信息，意识中多出来的这个信息必然是要被列入计算的。因为人的意识来自于神经元，而神经元的电信号很有可能来自量子世界。人脑中的微观粒子也是叠加态的，这种叠加态可能会与外部的粒子形成某种纠缠。意识对信息摄入的过程就是纠缠坍塌的过程。波函数坍塌了，波函数原来的信息就转移到人的意识当中了，这才是导致波函数坍塌的本质原因。但对于动物来说，情况可能就有些不同了，因为测量分为完美测量和不完美测量。比如猪虽然也具有意识，但是当猪完成一次观察，大脑可能会获取到测量坍塌的信息，但是这时候猪的意识可能是混乱的，无法在猪脑中获得精确的信息，这就是不完美测量。所以猪的意识可能无法引起测量坍塌效应，而人具有高度发达的意识，所以人脑获取的测量信息就是完美测量。人脑的完美测量就相当于强量子退相干效应，而猪脑的不完美测量就相当于弱量子退相干效应。1961年，魏格纳发表名为《关于身心问题的评论》的文章，并且指出，大部分的物理学家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坚信意识这类东西是虚幻的，所以他们从来不相信意识可以决定波函数的坍塌，并提出了魏格纳的朋友的思想实验，支持弗诺伊曼。但到了1987年，魏格纳推翻了自己的说法，认为意识并不会导致波函数的坍塌。2011年，在一次量子会议上的调查中显示，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在内的33位参与者中，只有2个人支持意识引起波函数坍塌的假说。事实上，在物理学界，绝大部分物理学家并不认可意识引起波函数坍塌的说法。严格来说，一切无法用实验证伪的理论都不属于物理学的范畴。意识假说和弦论一样，一直游离在物理学和玄学的边缘。况且，在坚信如无必要物增实体的物理学家看来，哥本哈根学派已经用外界能量摄入解释过测量坍塌效应了，没必要再引入这种玄学假说，这只会让量子力学更加冗杂。